硅谷一词指的是北加州高科技企业蓬勃发展的地区，它也作为加州高科技商业领域的通用代名词。在科技产业蓬勃发展之前，该地区在20世纪60年代前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水果生产和包装区，拥有39家水果罐头厂。当时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新之谷。乔布斯曾说，如果不知道之前的故事，你无法明白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硅是广泛存在于地球中的一种物质，在地球几十亿年的生命中逐渐累积，在地壳中的含量仅次于氧。而现今的日常生活中，从硅谷诞生的产品和理念正在无孔不入地向全世界渗透。硅谷一词的普及通常归功于唐·霍夫勒。1971年，唐·霍夫勒在为周刊电子新闻策划一个系列报道的过程中，他与一些来此地考察的市场营销人员共进午餐时，听到他们使用了这个词。这是硅谷在公开发表的刊物上首次亮相。然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 IBM PC 和众多相关硬件和软件产品进入消费市场，该术语才得到广泛使用。之所以硅谷名字中有一个硅字，是因为当地的企业多数从事与由高纯度的硅制造的半导体及电脑相关的产业活动，而谷则是代指圣塔克拉拉山谷。硅谷是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冬天温暖潮湿，夏天凉爽干燥，给高科技人才提供了宜居的环境。晶体管之父威廉·肖克利曾提到，这块地无论是气候还是环境，都是最理想开办晶体管工厂的地方。晶体管是电脑重要原料之一，硅谷的气候十分适合晶体管的制作和处理，这是硅谷发展起来的基础条件之一。在斯坦福大学成立之前，硅谷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背景，它是当时西部淘金热的目的地。当时的美国西部十分荒凉，自从旧金山黄金矿的发现之后，大量的人冒险从东部等地区涌入美国西海岸，企图通过淘金而一夜致富。为了到达西部，那些人甚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翻越雪山，在这个过程中铸就了那个年代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淘金精神。除了这笔精神遗产外，淘金带来的西部开发还促进了当地交通与通信的发展。在修建铁路的过程中，利兰·斯坦福被称为铁路大王。他建立了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有一年，利兰·斯坦福在游历到意大利时，他的小儿子不幸感染上肺炎而离世。为了纪念自己的儿子，他将买下的3561公顷土地和2000万美元捐献给了以他儿子命名的大学。1891年，斯坦福大学刚刚成立并举办开学典礼时，东部繁华之地的纽约报纸曾预言，不会有人愿意到西部的这块荒蛮之地来上学。然而，令他们始料未及的是，斯坦福大学吸引了大量优秀学生前来求学。当时有一个名叫里德·弗雷斯特的人发明出了晶体管。弗雷斯特意识到晶体管能有效地取代二极管作为无线电的制作材料。弗雷斯特虽然是个技术天才，然而他经营的公司没2年便倒闭了。投资者将弗雷斯特告上法庭，法院以诈骗的罪名将他判刑。弗雷斯特刑满释放后，斯坦福大学支持下的联邦电报公司的老板找到了弗雷斯特，请他到西部来一起创业。弗雷斯特抓住了联邦电报公司向他投递的橄榄枝，开发出了世界上首个无线通讯系统。在硅谷帕洛阿托市中还保留着弗雷斯特的故居，市政府在这里给他立下一块纪念碑，上面写着里德·弗雷斯特在此发现了电子管的放大作用。由于硅谷所处的旧金山是天然良港，1933年，森尼维尔空军基地在旧金山湾区成立后，在基地周围开始出现一些为海军服务的技术公司。军方需求的介入大大提高了硅谷通讯技术和相关产业的发展。二战后，海军将西海岸的业务移往加州南部的圣迭戈。美国航天局的前身国家航天委员会将墨菲飞机场的一部分用于航天方面的研究。为航天服务的公司开始出现，包括后来著名的洛克希德公司。当时美国的大学回流的学生骤增，为满足财务需求，同时给毕业生提供就业机会，斯坦福大学开辟工业园，允许高技术公司租用工业园作为办公用地。最早入驻的公司是20世纪30年代由斯坦福毕业生创办的瓦里安公司。该公司初创阶段以高频微波管为核心产品，服务于军事与通信领域。
该技术为早期雷达系统与微波通信提供了关键组件。惠普是在硅谷诞生的第一家世界级的大企业。惠普创始人休利特和帕卡德的导师是有硅谷之父美誉的弗兰德·科曼，他们出来创业时得到了导师特曼的支持，导师疏通关系，为他们找到了一笔创业投资资金。1939年，在加州休利特家的一间狭窄车库里，两个年轻人创立了惠普公司。惠普成立后，即1951年，弗莱德·特曼完成了对斯坦福的工业园的规划。特曼是加州本地人，他在斯坦福大学完成学业后，留在了美国东海岸。在东部工作期间，他参与了许多联邦政府的项目。当时，弗莱德·特曼的父亲患上了肺结核。肺结核在当时还是一种很难治的病，而硅谷空气清新，有利于病人的身体恢复。于是，在1925年，弗莱德·特曼就带着父亲回到了斯坦福大学教书。回到斯坦福大学后，他为斯坦福大学带来很多来自东部军方和政府的采购合同。特曼鼓励学生自己去创业，他认为可以围绕大学建立起强大的公司的群体，率先培养产学研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他对斯坦福和硅谷的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斯坦福大学就是采纳了他的建议创立的工业园区的。1946年，特曼担任工程学院院长后，使用政府的项目来培育电子领域首屈一指的师资。在他任职期间，斯坦福启动了庞大的博士培养项目，旨在把课程设置从工程训练转变为基础学科研究。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成立了斯坦福研究所。另外，特曼又联合斯坦福的其他教师和公司合作，规划了斯坦福工业园。1946年，在斯坦福研究所和硅谷工业园成立的同时，风险投资在美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风险投资并非产生于硅谷，它是在纽约诞生，在波士顿发育起来的。在正式的风险投资体系形成之前，纽约和波士顿有一群非常富裕的大家族。这些家族出于慈善或是兴趣爱好等目的，会拿出一些钱来投资一些小的创业公司。除了大家族私人资本外，还有一部分投资来源于政府和大公司的资金。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到1946年，这些零星的、偶然的投资开始逐渐走向成熟。大家族风险基金和私人资本进入风险投资领域，出现了惠特尼公司、洛克菲勒兄弟公司、美国研究与开发公司等较为成熟的风投公司。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国研究与开发公司，这是美国政府支持的第一个专注于风投项目的公司。随着美国研究与开发投资在这方面的不断探索，民间的一些风险投资公司才开始逐渐冒头。到了1960年代，4大风险投资公司相继成立。与此同时，美国风险投资中心由纽约和波士顿开始向硅谷转移，主要投资新兴半导体行业。1956年，晶体管的发明人威廉·肖克利在斯坦福大学南边的山景城创立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依靠他的半导体研究和晶体管效应的发现，他在1956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肖克利不甘于仅仅做一个学者，他选择了创业。肖克利的创业带动了东岸的大量优秀的人才前往硅谷。肖克利的传记作者乔尔·舒尔金称，肖克利可能是电子史上最糟糕的管理者。在一个广为人知的事件中，一位公司秘书受了轻伤后，肖克利要求进行测谎，以找出罪魁祸首。1957年末，肖克利最优秀的8位研究人员，在肖克利决定停止对硅基半导体的研究后，递交了辞呈。这8个人被肖克利称之为8叛徒。他们脱离肖克利公司后，自己成立了一家新的公司，就是仙童半导体公司。因资金窘迫，他们将公司地点设在一家照相馆内。该照相馆老板叫 Fairchild，Fair 带有光明的意思，因此翻译成了仙童这个可爱的名字。在尤金·克莱尔主导的融资支持下，他们通过风险投资模式成立硅谷首个由投资机构设立的科技企业。他们在硅晶体管技术领域实现多项突破，包括平面处理工艺和扩散法掺杂技术，为集成电路的发明奠定基础。团队成员后续创立了英特尔、AMD 等半导体巨头，其离职创业模式被视为硅谷创新生态的起点。一位历史学家曾评论美国西部是生而现代，说的就是本来一无所有的硅谷对于创新有一种理所当然的接纳和适应。
当东部的商业环境依然运行在2个世纪前的规则和模式上，硅谷人选择从零开始筑建摩天高塔。西部人认为自己是一往无前的牛仔，失败对于他们来说不过是一种更快速的获取经验的途径罢了。出于对冷战的恐惧，国防部当时倾囊而出，大批购买硅谷的科技产品。除了直接的订单，联邦政府还大笔地对斯坦福等高校的研究进行投资。可以说，美国政府是硅谷最早的天使投资人。从1972年第一家风险资本在紧挨斯坦福的风沙路落户后，风险资本极大促进了硅谷的成长。1980年，苹果公司的上市吸引了更多风险资本来到硅谷。Sand Hill 在硅谷成为风险资本的代名词。除了半导体工业，硅谷同时以软件产业和互联网服务产业著称。现今的许多著名企业都得益于施乐公司的研究，例如苹果和微软先后将 Google 用于各自的操作系统。施乐公司早先是专门做办公耗材的。施乐公司于1906年成立于康涅狄格州。施乐公司是世界上第一台复印机激光打印机的发明者，是世界上最大的现代化办公设备制造商，曾在世界复印机市场占据很长时间的垄断地位。1970年7月1日，施乐公司专门在斯坦福大学附近的波特街正式成立了一家施乐硅谷研发中心。这个研发中心聚集着一大批世界顶尖的科技人才。基本上，施乐硅谷研发中心把后来改变世界的许多产品都发明出来了。但是，他们并没有把这些技术推向市场。施乐这种做法的原因是，他们以前采取一种特殊的商业模式，其核心是独立开发专有的专利技术。当时他们所生产出的打印机是不面向市场销售的，而是采用出租的方法，租给那些需要打印的企业。出租对象主要是政府和大公司，并且在打印机上设置一个计数器，计算打印页数来收取租金费用。在他们看来，如果把激光打印机和个人电脑连接起来，就会破坏他们原有的盈利模式。施乐那些重要的研究成果都没有产业化，结果导致施乐丧失了品牌创新的机会。后来，施乐先前研发出的第一台个人电脑的操作系统被比尔·盖茨借鉴过去。施乐所研发出的第一个图形操作页面被乔布斯借用。由于施乐拘泥于对以前那种市场单一、利润独享的商业模式依赖，缺乏市场敏感度，最终失去了发展的良机。与此同时，施乐中思想较为敏锐并且不符合施乐商业模式的那些人，纷纷又从施乐分裂出去，成立了一批新的公司。从施乐 Park 脱离新建的公司共有24家，其中公开上市9家。截至2011年，9家上市公司股票市值之和是施乐公司的15倍。如果说施乐是一个转型失败的案例的话，英特尔公司就是一个大胆创新的案例。英特尔公司在1971年发明出第一个微处理器的时候，它曾面临和施乐公司非常相似的情况。之前的英特尔公司是做内存条的，做内存条非常赚钱，而当新产品微处理器出现时，当时看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进入市场。而当时英特尔的老板摩尔认为，在内存条的研发和市场领域，日本的企业已经跟进的比较厉害了。而从长期来看，做这种技术含量比较低的计算机配件是没办法和日本企业竞争的。所以，基于对企业未来发展的考量，摩尔决定放弃内存条业务，专心的去做微处理器的开发。随着硅谷进入个人电脑时代，硅谷步入了一个新的爆发期。在这一阶段，风险投资已经开始主动地介入企业的管理。这一时期，硅谷的3大风险投资公司成长最快，使得这里成为世界风险投资的中心。以高技术从业人员的密度而论，硅谷居美国之首。硅谷每1000个在私营企业工作的人里，有285.9人从事高科技业、高技术职位的平均年薪亦居美国之首，达到144800美元。2008年，硅谷人均 GDP 达到83000美元，居全美第一。硅谷的 GDP 占美国总 GDP 的 5%， 而人口不到全国的 1%。在硅谷，集结着美国各地和世界各国的科技人员达100万以上。美国科学院院士在硅谷任职的就有近1000人，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就达30多人。在硅谷，一般公司都实行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生产营销3位一体的经营机制。高学历的专业科技人员往往占公司员工的80%以上。